地上挖出大金蛇是一種什麼體驗？而專家鑑定後大呼，這不是蛇，而是西市國龍，這寶貝是皇家專屬珍寶金龍。但老龍怎麼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自己在田間勞作竟然會挖出皇家國寶，因為這物件跟蛇一模一樣。剛開始挖到蛇的時候，自己差點一鋤頭敲死金蛇，後面仔細一看才發現蛇的身下還長有4條腿，而眼前的金蛇扒在地上活靈活現，這可把老漢嚇得一哆嗦，畢竟這玩意在山間看到特別瘆人。那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點個關注，點個讚，我們接着往下看。在1975年的陝西，一位農民正在挖自家的地窖的時候，在土坑裡面突然竄出一條金色的大蛇，這個變故讓這位農民着實嚇了一跳。原本他已經準備用鋤頭砸向這條大蛇，但是在仔細觀察之下，這條金色的大蛇居然一動不動。這時候，這個農民才鎮定下來，上前看這條大蛇是怎麼回事。完全把這條金蛇的土塊扒掉之後，這位農民這才發現，這並不是什麼大蛇，而是一個蛇形狀的金色物件。這位名叫李福民的農民也是趕緊把這條金蛇從土坑裡面刨出來，仔細端詳，拿着回到家裡。在清洗之後，李福民這才發現，這條金蛇金光閃閃，制作精美，仿佛就是活蛇一樣。緊接着，李福民把金蛇拿在手裡掂量了一下，感覺到頗有手感，於是他認定這的確是金子做的。另外，李福民感覺這條蛇從質感來看，怎麼看也是個老物件，只不過讓人感到遺憾的是，這條金蛇好像少了一隻爪子。於是李福民又回到自己發現金蛇的土坑裡面挖了起來。這個時候，李福民就在想，自己可以挖到這條金蛇，是不是也就意味着還有第2條金蛇或者其他的寶物呢？在這種想法之下，並且為了安全起見，李福民一直熬到夜裡，才偷偷的來到土坑開始挖掘作業。確定周圍的鄰居都已經入睡的情況下，李福民和自己的老伴終於動手了。很快，兩人又挖出一條一模一樣的金蛇。這下李福民2口子認為這是個古人埋寶之地，於是加大力度挖掘。不過，在這個土坑裡面，除了這2條金蛇，再也沒有挖掘出其他的物件。緊接着，2口子把金蛇放回家裡，準備找機會變現。不久，李福民的兒子媳婦來家裡做客，在這過程中，李福民拿出了金蛇用來哄自己孫子玩。在玩的過程中，正巧來了個收破爛的，這個收破爛的多少有點懂行，在打包了一堆廢品後，就對李福民2口子表示自己要把這條金蛇也收走，並且出價500塊錢。這個年代，500塊錢不是小數目。李福民的兒媳率先答應，不過這個時候李福民的老伴覺得出價低了，於是給收破爛的開價到1000元。這個收破爛的也不廢話，當場拿出1000元。就在雙方交割錢貨的時候，李福民想到自己除了兒子還有個女兒，直接把錢開到了3000元。沒想到這個收破爛的竟然答應下來，於是雙方終於成交。那個年代，這是比巨款。在賣了金蛇後，李福民因為分配錢款的時候，兒媳想要吃獨食，雙方鬧了起來。就這樣，李福民賣金蛇有了比巨款的事情立馬在村子裡面傳開。當地的村長在了解到事情前後經過後，立馬聯繫了文保管理單位，並且讓自己村子裡面的小伙子去追那個收破爛的。這個收破爛的大概就是文物販子，用收破爛的身份打掩護，於是看見後面有一大群人來追自己，以為是國家機關，於是乎嚇得他連金蛇都不要了，丟在路邊。於是一大群人把這條金蛇給撿了回來。這個時候，剛好相關的文物管理部門來到了現場，在看見所謂的金蛇之後，文物管理部門的負責人表示，這並不是蛇，而是有着皇家背景和性質的金龍。從價值來看，
不是簡簡單單的用幾千塊錢可以衡量的。緊接着，相關的文物部門又詢問李福民是怎麼得到這條金龍的。看見這種陣仗，李福民知道瞞不住了，於是把挖地的一五一十說了出來。在了解到自己賣掉的所謂金蛇有如此貴重的文物和經濟價值之後，李福民知道這不是小事情，於是把前後的原委都說了出來，並且把自己賣掉金蛇得到的3000塊也交給了集體。得知李福民家裡面還有一條金龍之後，文物管理部門的負責人一併取走了金龍，並且告知在場村民私自販賣文物是違法犯罪行為。在了解到李福民賣金龙的動機是為了裝修翻新房子之後，幾個部門在商量之後，給予了李福民一筆資金，幫助李福民一家可以順利的裝修完自己的房子。在把金龙带回文物管理部門後，相關的專業人員立馬對於這2隻金龍做了一番詳細的研究。在鑑定之後，專業人員發現這2隻金龍並不是純金，而是鎏金的銅龍。其制作方法是用生鐵做出龍模型，然後澆注銅水，最後在外表鍍金。因此，從客觀的制作方法來看，的確是十分負責的。因此，從第一眼的觀賞感來看，這的確是金子做的金龍。其次，這物件的歷史為唐朝的物件，相關的靜態數據為重 2.78 公斤，長29厘米，高35厘米。此外，整體的造型靈動。而說到這2金龍的實際作用，相關的考古專家認為，這種造型的器物一般都是辟邪祭祀或者是馬車上面的裝飾物品，而這2條金龍的底部都存在方柱形的物件，應該是插入馬車的車身，而能用得上這等裝飾物品的，基本上只有皇家了。因此，無論從文物的觀賞美感還是文物價值以及經濟價值，這對金龍都有十分珍貴的單一性。目前，這對鎏金的鐵心銅龍被收藏在陝西的歷史博物馆，也是馆藏文物裡面比較珍貴的文物之一。